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3年多前，在乌克兰战争打响之时，我提出全球化顶峰已经过去，地缘政治必然冲击全球贸易。过去几周，川普签署的多个贸易协议成为全球贸易另一个划时代事件。这些贸易协议正式宣告，那个可以不考虑跨国商业成本，在全球布局产业链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而受这次去全球化潮流冲击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共国。在这2次去全球化里程碑事件中，中共都不是表面的主角，但却是实质的推动者。为什么这么说？中共和世界各国具体会面临什么冲击？中共试图绕开美国寻求贸易突破的成功概率有多大？我们个人如何应对这个新时代的来临？今天我们先来谈谈川普政府最近达成的一系列贸易协议的真实意义。首先，美国和东南亚一系列国家达成的贸易协议，奠定了美国未来针对中共重组美国供应链的底蕴。从目前美国公布的新关税协议看，这些国家对美国商品将实施零关税，而他们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关税分别是越南 20%、印尼和菲律宾 19%。这基本上就等于告诉大家，美国未来对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征收的关税差不多就是这个 20% 的水平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目前东南亚对美国的出口已经规模巨大了，每年有价值3520亿美元的商品卖到美国。而目前东南亚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主要包括消费电子产品、服装鞋类、家具、农产品、呼叫中心服务或 IT 外包服务等。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商业价值有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也不大，因此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在这些方面的贸易顺差会长期存在。对这些商品征收 20% 的关税，主要不是为了逼迫这些产业向美国回流，而是利用这些关税给美国政府赚真金白银，实现川普通过外贸税来减轻美国人的收入税的这个思路。这些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咬牙接受这 20% 的关税，也是因为美国在贸易上有这样的底气。虽然东南亚商品出口美国的比例只有 15%， 但是这是东南亚出口成长最快的一块，而且也是最赚钱的一块。简单的说，从2024年的贸易数据看，东盟国家每向美国出口3美元就净赚2美元，其中越南在对美国贸易中利润的比例更高达 90%。 另外，美国特意保证几个关键东盟国家的关税差不多都是 20% 左右，这也是他们答应和美国签署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东盟国家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基本是在类似的领域，因此这些东盟国家最担心的还是在他们之间对美国关税出现显著的差别，那会造成他们对美国的出口份额被关税低的邻国给抢走。对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灾难性的场景。在这些和东南亚各国签署的协议中，川普政府根据和中共7年前贸易战中学到的教训，特意包含了一个针对中共的条款。例如，在和越南的协议中就有条款明确表示，要是发现有商品借到这些国家转口的话，那关税税率就要飙升到 40%。 目前还正在和美国谈判的泰国官员也透露，川普政府有同样的要求。目前美国还没有明确告诉泰国到底是要把本地成分的比例提高到多少，但是泰国副总理在7月14号披露说，我们听到的消息是本地化成分的比例要求的比现在高很多，也许是 60%、70%甚至是80%。不过有多家媒体报道说，协议里有这个条款，但是却没有提供一些关键的可执行的细节。很多工厂老板搞不清楚美国到底要怎么计算和执行所谓的本地成分这个要求。这个本地成分指的是原材料吗？
是所有的原材料都算，还是说要超过某个比例的材料才算？那人工或服务算不算呢？投资又算不算呢？等等一系列问题。大家都知道，川普这个条款是想把中国制造的成分挤出去，但完全没有任何中共国元素的产品，在很多情况下对这些东南亚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目前的现实就是，东南亚国家当前在生产上都非常依赖中国的零件和原材料。对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要想在生产中减少使用中国的零件，就意味着得把整个供应链翻个底朝天。据估算，东南亚出口产品里，目前大约有6到7成的零部件都来自于中共国。据川普政府的官员说，协议中没有提供这些关键细节，一个原因是美国还在跟其他相关国家进行谈判，而且美国这边也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们希望这次能够找到一个更加严谨的标准，能尽量堵住中共过去7年用洗产地的方式来规避美国的高关税这样的做法，确保其他国家出口到美国的东西不只是简单的把中共国进口的零件组装一下就完事儿的那种情况。川普政府官员说，有关判断转口贸易的具体办法预计会在8月1号左右公布，因为那天就是美国提高关税的最后期限。川普这个专门针对中共的条款，未来能真的达到实际效果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目前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上被广泛争议和讨论的话题。目前主要有2个截然对立的观点。首先，有中共国背景的人普遍都在强调这个条款最终会形同虚设。例如，欧亚集团的一个中国区主管就断言说，这规定根本就执行不下去，中国公司有的是办法绕开它。与此同时，那些东亚国家既没有动力去执行这些措施，也没有能力去收集数据来确定所谓的本地成分到底有多少。也有消息说，中共对这个条款从一开始就非常恼怒。目前，中共国在东南亚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是很多东南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共一定会利用它的这些影响力来威胁这些东南亚国家，让他们不敢严格遵守这个条款。同时，和上述观点对立的第2个观点是，川普的这个条款正好在给众多东南亚国家提供一个摆脱对中共产业链极度依赖的契机和动力。长远看，这个条款会推动这些东南亚国家从经济到政治上逐渐摆脱中共的控制。我本人更认可这第2个观点。任何小国从内心深处对自己身边的庞然大国都是有恐惧和戒备心的，特别是中共这样的时不时就在领土问题、海域问题或水资源等问题上和周边邻国小国摆摆威风的这种大国。因此，减少对中共产业链的依赖，对这些国家来说是真的有动力的。以前有个别国家可能会顾及中共的威胁，而不敢大张旗鼓的针对中共洗产地的做法大打出手。现在好了，美国川总明确要求我们这么干了，抱歉，我们也是身不由己啊。据此前来自不同渠道的报道，今年以来，在东南亚各国还在和川普政府谈判的过程中，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就以为打消川普政府的顾虑为理由，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加强对各自国家港口贸易的审查，推出新的原产地规则，把审批流程集中起来统一管理，还对搞转口贸易的人处以重罚等一系列措施。目前，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的很多面向出口的制造业企业，都是由一些跨国企业开办的。这样的跨国企业有来自日本、韩国的，也有很多是台湾、香港，甚至是中共大陆老板开的。对这些跨国企业，只要从经济或法律层面逼迫一下，他们完全是有技术和资金
来选择在不同国家生产各种零件的比例的。各个官员非常清楚这一点。川普政府和各国定的这个条款，要求提高出口商品的本地成分比例。这个要求对提升这些东南亚国家自己制造业的综合能力，提升各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都是绝对有好处的。这些东南亚国家为什么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逼这些跨国公司把更多的产能从中共国转移到他们这里呢？事实上，从社交平台和各种媒体报道中，我们已经看到，当有些跨国企业看到东南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后，他们很多已经开始行动，已经在调整自己的供应链了，在生产中用上更多的本地制造的零部件，来积极满足这个新条款的规定。在越南平阳省的一个工业园区内，厂房里传来木材切割和打磨的声音。邓克站在生产线旁，看着工人们组装一批准备出口美国的橡木餐桌。他是上海一家家具出口公司的高管，公司在这个园区有一家加工厂，80%的订单都销往美国市场。2017年，中美开始第一次贸易战，像邓克所在的面向出口的家居企业纷纷把生产转移到越南，以此规避美国针对中国的高出口关税。邓克回忆起刚搬到越南时，虽然知道当地有原产地规则，但执行相对宽松。那时他们从中国运来板材和五金配件，在越南进行组装加工，基本就能满足要求，顺利出口美国。邓克说，现在越南政府查的是越来越严了。他拿出一份详细的成本分析表，说按规定从中国进口的原材料不能超过总量的 30%， 而且产品在越南的加工增值必须比进口原料的价值高出 40%， 每个数据都得经得起检查。为了应对目前日益严格的越南政府的执行标准，邓克的团队花了半年时间优化供应链结构。他们开始从越南北部采购木材，与当地的五金件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还增加了更多的本地加工工序，从简单的组装扩展到了涂装、雕刻和精包装等等，每一步都在努力提升产品的本地增值比例。黄昏时分，一辆装载着这些努力达标产品的集装箱卡车缓缓驶出工厂，朝着胡志明市港口方向开去。那里一艘货轮正等着将这些产品运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市场。邓克苦笑着说，我们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勉强达到了所有标准。我们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中国国内那卷的程度我们根本回不去了。为了能够继续在这行里混下去，眼下这是我们唯一的活路了。在邓克努力保证他的企业能在越南生存下来的这个故事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另一个故事，那就是那些邓克在中国的老供应商们，那些原来为邓克生产木板和家具五金件的中国企业，从此再也不会收到邓克的订单了。如果那些中国企业的老板错误认为这些订单的流失只是当前中国经济周期低谷的表现，因此依然坚持等中国经济周期的回归，那么这些企业老板未来注定将会赔更多的钱。认知决定命运，川普和南亚各国签署的这些贸易协议，给世界贸易，特别是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绝对不是一个周期性的低谷，而是一个新的世界贸易格局的开始。什么叫新的全球视野？谁能迅速把认知调整到这个新的现实中来，谁就拥有新的全球视野。如果川普和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等国的最新贸易协议是川普给其他东南亚国家和美国未来贸易协议提供的一个蓝本，那么川普和日本最近达成的贸易协议，那就是给韩国、台湾等这些东亚发达经济体提供的一个参照。
2024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约为694亿美元，约占日本对美国出口总额的49%。虽然这个比例也很高，但是日本对美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汽车和零部件、电子产品、工业机械和设备。这些产品技术含量较高，美国比较难迅速找到其他国家替代，而且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的联合防御协议，这也让日本成为发展和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关键产业链的组成部分。基于这些考量，日本和美国签署新贸易协议的基本内容是互相让利的，未来互相征收15%的关税，这对日本的经济命脉产业、汽车产业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这意味着日本汽车卖到美国，关税从目前的25%降到了15%。同时，这个协议对美国的农民也是个好消息，提高了美国大米这样的农产品进入日本的机会。在川普推出他的新关税政策前，美国和日本在贸易中互相之间征收的实际关税平均在2%到3%之间，也就是那时两国贸易的关税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新协议规定，双方以后互相征收15%的关税，这样一来，两国贸易的关税成本就不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了。单纯为省15%的制造成本而选择从对方国家购买商品，这样的做法就不划算了。川普的新关税相当于在美日之间筑起了一个不高不矮的贸易壁垒。如果说3年多前的乌克兰战争引发了地缘政治阵营之间的贸易壁垒，那是对全球化发起的第一轮进攻。如今川普的新关税政策在美日这样的盟国之间也开始构筑贸易壁垒。因此我们今天开篇就说，川普的关税政策是对2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全面逆转，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不过在中美目前公开的贸易协议中，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条款。这个条款提到，日本将投资5500亿美元到美国，用于发展美国的战略性产业，包括能源、半导体和造船等。川普团队对这个条款的解读，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条款对美国优惠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川普声称，这5500亿美元就是日本给美国出的签约奖金，相当于日本为换取美国降关税，直接给美国送的一个大礼包。虽然是日本出全资对美国进行巨额投资，但是日本答应让美国未来得到90%的利润，而日本只拿10%的利润。川普的商务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直接说，这就相当于日本是出钱的银行，但是钱完全由美国政府操作，项目建好给企业租出去，90%收益归美国纳税人所有。因此有媒体报道把这个比喻成是日本在资助川普上任之初提出的那个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概念。我不相信国际政治中有这样空中掉馅饼的事情。7月25日，英国财经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报道，标题是日美对关税贸易协定的解释裂痕扩大。文章中提到，日本那边对这个有关对美国投资5500亿的条款的表态显得冷静很多。有关川普团队声称的日方同意美方从投资收益中拿走90%利润的说法，日本官员表示，就这一点，日本和美国还没有达成任何书面协议，因此这个说法目前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就算未来日本和美国就这点达成了书面协议，那也不会是美国说的那种你出钱我说了算的模式。日本内阁还就此发了一个幻灯片，说明未来利润怎么分要看美日各自出资的数量和承担风险的多少。另外，日本还强调5500亿美元是最多的额度，不是硬性承诺，也不是目标金额。媒体报道说，双方在这个条款的解读上出现如此
大相径庭的情况。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条款是日本谈判代表赤泽亮正和川普在70分钟的会议里紧急搞定的。最近日本政局不稳，自民党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利，目前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可能面临下台的命运。日本代表团和川普本人显然都不想在日本新内阁下双方不得不从头开始谈判，于是乎日本代表团和川普都处于一种急于想达成某种协议的心态。对于一些个说法的细节，双方都不想深究，于是就出现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谈判场景。川普把这个条款理解为日本送钱，美国说了算的大胜利。日本谈判团当时也用了一个模糊的姿态来回应，以尽快达成协议为目的。就我的分析，我把这个条款看作是日本在当前这个美日贸易协议中设了一个软性撤销键。如果未来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在和美国达成的谈判协议中拿到了比日本这个协议更优惠的条件，日本就会在这个条款中表现得非常强硬，不惜逼迫川普重新谈判。反之，如果日本后来发现他们和美国签的这个协议相对来说真的很不错，那么日本在兑现这个条款时，应该也会照顾川普一方的理解，展现得比较柔性。媒体报道，美国和中共之间新一轮直接贸易谈判将于7月底8月初这周举行。川普政府在过去6个月一直在利用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推动美国企业制造业岗位迁回美国，推动美国贸易伙伴把他们的供应链也迁出中共国。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一个是为了提高美国自身供应链的安全性，另一个也是要削弱中共通过经济实现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这个效果。川普在第一任时还主要是把中共看作是美国在经济层面的竞争对手。目前中共被美国朝野两党以及众多其他西方国家确立为地缘政治对手，基本还是中共自己过去5-6年自己作出来的结果。从中共对台湾的不断军事恐吓，到中共在全球疫情中的表现，再到中共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态度等等，都让美国和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共对现有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从根本上是蔑视的。在一个和平时期，中共在军事领域史无前例的巨大投入，让整个亚太地区包括美国都感到惴惴不安。但是川普政府也意识到了，现在立刻和中共从贸易上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中共在多个制造业形成的全球垄断地位，包括中共在稀土、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的全球垄断地位，让美国和西方国家目前根本无法摆脱。因此川普团队成员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不寻求在贸易上和中共完全脱钩，川普政府只是希望在和中共的贸易中逐步健全和强化自己在关键领域的产业链。那么与此同时，中共对美国产业的依赖也基本是类似的情况。中共目前依然需要美国的飞机发动机、芯片，还有各种高科技和硬件和软件产品等。而且中共每年还从和美国的贸易中净赚约4000亿美元，因此中共那边也不敢立刻和美国翻脸。目前双方所处的这种就是双方都想摆脱对方但又摆脱不了的这个状态，将是未来数年中美关系的常态。因此川普团队在未来几年还会不断用交易这个词来描述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目前美国在所有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中，最希望尽快达成协议的应该就是欧盟了。从川普第一任，他对欧盟和北约就没有停止过数落。与此同时，欧盟那边从官方到民间对川普政府的感受也多数是厌恶至极。从川普第二任一开始，美国和欧洲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到对乌克兰战争态度，再到川普面向全球的关税政策等等，都让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快速进入了冰点。在4月份川普宣布他的全球关税政策后，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概念下，当时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大量支持欧洲的人，
声称欧洲应该加强他们和中共的合作。那些说法的愚蠢性在短短3个来月后就展露无遗了。在这期间，欧盟和中共的关系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快速坠落到了一个历史新低点。双方目前的关系糟到什么程度？你只要看看最近在北京举行的第25届欧盟中共峰会，就一目了然了。原本定好了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代表欧盟于7月24日在北京出席第25届欧盟中共领导峰会，习近平、李强代表中国出席。这个峰会还有一个特别的历史性意义，它标志着欧盟和中共正式建交50周年。但中共从一开始对这次峰会的报道就很低调，而且对冯德莱恩和科斯塔一行从一开始就没有好脸色。有网友发视频显示，冯德莱恩和科斯塔的欧盟代表团到达北京后，中共没有派任何一个有身份的中共官员去迎接，甚至没有准备一辆红旗轿车来接这2个欧洲高官，而是就在机场给整个代表团提供了一个大巴士。结果被网友戏称为有史以来最低级别的对欧盟高官的外交礼仪。可能有人会说，欧盟是一个条约组织，而不是一个国家，因此没有用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接待冯德莱恩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冯德莱恩和科斯塔毕竟代表的是整个欧盟，就是不用国家元首的礼仪来接待他们，也不至于就给人家只派个大巴士吧。大国外交在高层面谈前，双方下层官员就已经会有很多沟通，双方谈话的要点，两边就大概都知道了。因此，中共这边早就知道冯德莱恩此行谈话的要点了，所以从一开始，中共就是奔着低调羞辱这些欧盟官员的想法去的。这个峰会原定是要开2天的，但是因为会议双方的分歧太大，谈话气氛过于紧张，结果会议只开了1天就草草结束了。双方讨论的最核心的2个问题是贸易不平衡问题和乌克兰战争问题，但是在这2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和立场几乎是完全对立的。冯德莱恩指出，欧洲和中共的贸易不平衡近期严重恶化，欧盟对中共的贸易逆差近期达到了3060亿欧元。目前欧中关系已经处于一个拐点，未来必须重塑双边贸易关系，建立公平互惠的贸易关系。但是中共这边的回应却是，中共要求欧洲不要搞保护主义，要求欧盟保持市场开放，双方完全是鸡同鸭讲的状态。同时，乌克兰战争问题对欧洲各国来说是近似于他们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欧盟对中共全力支持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全面扩张表达了深切的忧虑。欧盟希望中共能够利用它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推动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上。但是中共这边却回击说，这些欧洲内部问题跟中共国没关系。双方的谈话再次走入死胡同。7月25日周五，冯德莱恩说他和川普刚打了电话，说2人聊得很不错。最后双方同意在川普访问苏格兰时，冯德莱恩赶到苏格兰和川普见一面，双方当面讨论一下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协议的问题。不知道冯德莱恩对川普突然的好感和他近期在北京的这个经历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提到，冯德莱恩非常清楚，在欧盟和中共的贸易中，欧盟净赔了3000亿欧元。与此同时，他应该也知道2024年欧盟在和美国的贸易中是净赚了2000亿欧元。无论欧盟这些官员多反感川普，他们至少应该意识到，到底和谁搞好关系才是真正符合欧洲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据说目前欧盟官员对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普遍感到乐观，因为欧盟27个成员国中，多数国家都愿意接受美国15%的普遍关税，包括对汽车行业的关税。他们希望以此避免和美国升级贸易冲突。不过川普在他启程前往苏格兰前说，他感觉近期和欧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最多只有50%。目前双方要达成协议的前提是，
欧盟需要降低他们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由此可以推测，目前双方谈判的重点应该是这样的：在美国对欧盟商品征收15%的普遍关税的情况下，川普允许欧洲对美国商品征收多少关税？是如东南亚国家那样的零关税呢，还是如日本那样的对等的15%的关税呢？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和欧盟之间达成正式的关税协议应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与此同时，中共在和美国之外发展和欧洲的贸易关系这个大方向上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